这里是日本神户的乡下小镇，我是在4年前搬到这里来定居的。要说当时是为什么选这里，其实主要就是这里的一个宜居性，空气质量和环境都非常的好，而且房价非常的便宜。我当时带过来的钱买大城市有点勉强，在这里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是刚刚好。买了房子多的钱还可以开个小店做点生意。我当时是把我在中国国内的房子给卖掉了。那个时候口罩事件刚刚结束，国内的房价来了一波小的回暖。但是虽然这样，我并不看好未来房价的一个走势。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。我虽然不是在巅峰时期，但是也算是高位抛售。有网友经常看我的节目就会问我，你在这边靠什么生活啊？这里乡下能找到工作吗？首先是住在乡下不一定要在乡下工作啊。从这里坐电车到神户的市中心只要25分钟。而且我在这里的房子是4年前买的，它现在还涨了30%。住在神户乡下，这个生活是非常松弛的，这个环境大家也看到了。我只要没什么事，我基本上每天都是睡到10点到11点才醒。也不光是我，这边的人也很佛系。像我今天准备去吃饭的那家店呢，他的生意非常的好，他只要是开门营业，他家就一定是爆满的。但是你来看看他这个营业时间。他一周就开店2天，从11点半到下午4点，而且不光是这样，他家还经常停业，经常就是连续几个月他都不做生意。我今天早上醒来，我无意间我发现，他家开门了，然后我就说我去吧。他的那个店离我家有点远，我要坐电车去，就在前面的这个电车站，这也是我主要通勤的一个电车站。日本在电车站附近一定是商业比较集中的一个位置，乡下也不例外。电车站旁边都是有超市的，就是为了方便你每天通勤回家，然后买点菜回去。这个电车到市中心差不多是10分钟之内有一班。不过我现在坐的这个电车，它并不是去市中心的，它是去更偏远一点的山上。没错啊，就是我要去的那家店，它就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面。就它为什么在日本的乡下生意还那么好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可以看这个小山村的出站口，它就是这么简单。连工作人员都没有一个，就这样的一个出站口。我以前也没有去过他家的那家店，但是我一直想去。我家来这个地方坐电车要坐15分钟，我家来这个地方坐电车要再坐20分钟。你光看这个位置，你很难想象这里有一个吃饭的店。这里就是一个被山包围的小村子，但是你看神不神奇？它这里到市中心也只要23分钟。就神户的乡下都是这样的，看起来很远。但他坐车到市中心的时间它并不长。这边的老房子居多，而且这边的老房都没有天然气管道，他们装的都是这种煤气。这个罐子是不等你用完，天然气公司就会自己来给你换的。它上面也有一个计费表，它不是按罐子来算钱的，它是按你使用了多少天然气。好在这家店离车站并不远，出了车站它马上就能到了。前面的这个坡不顶的房子就是他们家。不过这个是他们的后门，他要进去的话，他要绕到前面。他这还专门写了一个 P， 就是给远一点的客人来这里停车用的。他这里写着店在前面的路口。好，那么这里就是很古朴的一个日本乡下房子。这是日本的农家乐吧？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屋子。好，那么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老房子以前的玄关。こんにちは。里面是这个样子，全榻榻米。现在客满，我在这等一会儿。好热啊，走了一身汗。狗狗，你是跟谁一起来的？Hello 啊。然后小狗狗很快就喜欢上了我。然后之后也没有等多久就进来了。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家店的全貌。店里面没有安装空调，像这种老房它基本上也不需要安装，它的自然风就很凉快了。店里面吃饭也全都是直接坐在榻榻米上面。这边是他们家的院子，院子并不算是很大，但是也够用了。这家店的店主跟我一样，他也喜欢睡吊床，我在我自己家也挂了一个。这边还有一个小秋千。早餐加午餐。
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午餐啦。这个是意面，这个是腌制的茄子，这个是可乐饼，是土豆泥做的。这个小碟的是咖喱，这也不知道是什么菜。他家的口味别说还挺重的，特别是这个可乐饼。这一份餐是全素的，味道总的来说还行。店主的口味非常的重，有很多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比如那个黄瓜，它就有一股茶的味道。这家店给我一种很随意的感觉，我甚至觉得可以在这里躺着睡一觉。你们看是不是？大家都很随意。现在是中午最热的时间，但它这个房子前后通风，自然风很凉快，很舒服。他家这个咖啡居然是浅烘的豆子，咖啡的味道还不错，不过好像放了一段时间，就觉得没什么香气。好了，吃完了，准备去结账。它这上面还有店主自己做的小蛋糕，这个也是拿来出售的。老板，午餐加咖啡是2450，大家觉得贵吗？不贵吧？啊，我们走了啊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拜拜。这家店的位置比较远，而且店主是经常不开店，而且这个位置我说实话它并不好找。但是如果你一定想来呢，就是这个名字，直接在地图上面搜名字就可以找到这家店。你也可以体验一下日本的农家乐是什么样的。这个水并不是排水沟的水，这个是溪水。你看我回去的路我就找不到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这一边。它没有大路过来，它大路要绕很远，你只能够走这种农田小路。所以如果是想来这家店吃的话，要有心理准备。我在刚刚那个田里面我绕了好半天，然后总算是找到正确的路了。我来的时候好像走的就是这条路。你看他家人都坐满了，他很多都是外面坐车过来的。他家在地图上面还算是比较正规的，就是开业他就写开业。日本的乡下他有很多店，他是没有营业，他也写着开业。老李找过去了，他就关着门。你像这一家，他可能是觉得自己也是太远了，如果别人找过来没有开门，那别人会骂人的。你看这边的农家的房子真的是挺好看的，这个屋顶是改造过的，他们以前不是这种屋顶，他现在这个屋顶全都是后面改装过的。你看这个农家的小园子，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。但他们这里也是有大超市的，也是不缺买东西的地方。永旺超市基本上覆盖了整个日本，即便是这种乡下，你骑个车10几20分钟就能够找到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，反正我最近总是刷到这样一类视频，什么日本的乡下劝你不要来，什么不买日本乡下房子的9大理由。然后你点进他的视频一看，他自己在乡下买了一个超大的房子。我说实话我搞不懂，就是为什么非要用一种过来人的语气去劝别人呢？你要真后悔，你就把房子卖了呀，你直接到市区里面去买个小公寓不就完了吗？你看我就从来不这么说，我住在乡下我觉得挺好的，房子又大，环境又好，我坐半个小时的车就能够到市中心。其实像这种标题你换一个思路，你就会觉得很好笑。不要娶漂亮女人做老婆的9大理由，然后跟你列举各种不好，各种败家，让他自己娶个漂亮老婆。你离婚了是吧？又没有人说你不能离婚，你自己就住日本乡下，你这不好那不好，你觉得不好你搬了。你看这是我住的这片区，我没觉得哪不好，这里房价又便宜，我那么便宜我可以买个大房子，我为什么不喜欢？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生活不同来选择嘛。像我本来就不爱乐了，又不用天天上班，那我为什么不选乡下买个大房子？还有那种说来这里旅游可以，常住是真不行，胡说八道！你来这里旅游你有什么玩的？到这里旅游每天逛超市逛咖啡店嘛，这里还就是安安静静的常住它可以，在这里住没有人打扰你，你过自己的生活就好。你像我自己出去玩，我都是坐电车和朋友约着一起去市区。我现在就是已经从刚刚那个农田的那一片区回来了，现在这是我住的这一片。我今天有注意到我们这里有一套非常好的老宅在出售，价格是1980万，然后它长这个样子，院子非常的大。说实话，我一看这个房子我就喜欢，我甚至是准备去看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拿下，因为这个价格对这片区还有它那个房子来说是非常的划算的。
但是很可惜，就是这个房子它已经有人递交了买户申请了。这种老宅非常的结实，它的地基都是大石头，它跟9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盖的那批房子的质量是完全不同的。虽然这个也是老宅，甚至年限更久一点，但是老宅和老宅之间也是有区别的。而且我一直喜欢这种房子，但是就一直没有买到。有更偏远一点的乡下卖这种老宅，就比如说我今天去的那一片有农田的区，但是那种我又觉得是太偏了，就我这个社区是刚刚好。这里是我住的这一片的小学，这现在学生正在上课。这里往前面走，它有一个大超市，就是我选择住哪还是会综合考虑的。我这一片它也算是乡下，但是乡下和乡下之间它也是有区别的。这个区别并不说坐多长时间的电车就可以到市区，还有周围的环境啊，还有便利性啊，有没有大超市啊，有没有大的购物中心啊，这些全都是要考虑进去的。就比如我当时为什么选神户定居呢？就因为神户到大阪也近啊，到京都到奈良也方便呢。我有时候想去大城市繁华的地方玩，我约上朋友一下就去大阪了。他这里有一个小医院。平时什么头疼脑热发烧啊，直接在这里看。这个片区还有一个大的综合医院，不过一般没什么大病的话，没人去综合医院。这个电车站里面有区域所，我现在是来这里办点事。这个地方我经常来，因为这里它有超市，有药妆店，算是我们这个片区最大的一个电车站了。好，然后我现在是事办完了，我来喝一杯咖啡。其实这家咖啡店它算是一个早餐店。就很多人早上是通过这个车站去通勤上班，然后他们就会来这家店吃个早餐啊，喝杯咖啡啊，或者是这家的咖啡也很贵，这家咖啡才310。每次路过这里的时候，我都会来。这家超市旁边是一个药妆店，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药妆店，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杂货铺。这个是洗手液，这个是补充装的洗手液，这个是很有意思，这个是夏天放在帽子里面凉快的。这个我之前买过，然后用了一个夏天。这个也是夏天防暑的，就是挂在脖子上面。不过这个效果它非常有限，还是买个小风扇比较好。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，这个是一个消臭的，它是一个无味的。像我家的小狗，它有时候尿尿了，然后我一喷，它也马上没味了。这个防晒也是我比较推荐的，我最近就一直在用。它是个喷雾状的，然后效果比较好。然后这个是小瓶装，它就可以随身带。这个酵素的牙膏今天也要拿2条，家里的用完了。这个车站非常的方便，因为它同一层它就有超市和药妆店。日本到了下午这个时间，它的肉就开始打折了，现在是折30%，它再过一会儿要打对折。它这个超市有很多适合中国人吃的东西，比如这个烧麦，还有这个叫蓬莱的包子，这个包子是很好吃的，还有这个馄饨。这个我们武汉人叫它水饺，像我每次来这个超市我都必买一些。这个泡面也挺好吃的，也拿2盒。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，反正我叫它锅巴，我觉得是很好吃的。这个明太子的薯片就是鱼子的薯片，这个也是非常好吃的，也来2袋。买完了这些就差不多了，家里并不缺什么。现在去找一个地方吃晚饭。像我一般一天只要是出来了，我就不会再回去吃了。这个对面有一家小居酒屋是挺不错的，它就在这个巷子里面，是很小的一家店，但是它的味道还不错。我之前也是无意间到他家去吃了一次，然后之后就总是去了。好，那么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吧，就是这一家。すみません。这家店非常的小，它只有这么大，有一个吧台，然后这边呢就是菜单。没错啊，它的菜单是写在墙上的，就要吃什么自己去点。然后吧台上面放的这些是小菜，就是给你下酒的。这个小菜就是你想吃什么，你自己跟店主讲。但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好吃呢，他就自己给你配。这个是个2姐妹经营的一家店，就说实话，我很喜欢来他家。一个是价格便宜，而且有时候这家店到了晚上它特别有人气。这是他家的特色凉拌菜。这个土豆也很好吃，它煮的非常入味。这个也是他家的特色，是炸春卷。
但这个春卷它和我在国内吃的那种是不一样的，这就它那个小菜腌制的鱿鱼，它还要烤一下。这个鱿鱼再给点酱油，非常的完美。大家来的客人基本上都是老熟人了。这个啤酒杯非常容易倒出来泡沫。他家这个酒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有很多喝了一半的瓶子放这里。他家这个鱿鱼很好吃，我很推荐。他拿起来还要再去烤一下。这个菜是他家的特色，是姜汁烧肉。我非常喜欢吃这个，它的味道很独特，这个是在中国吃不到的。他选的是这种略微肥一点的肉，然后咬起来很有口感。这个可以说是我每次必点的。但是这个菜我就不喜欢了，这个菜里面有一股奶味，它是放了奶油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下全貌，它就这么大一个店，但是挺不错的，两姐妹餐厅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座位，这个是给有自闭的人坐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ご旅行で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走啦，我们走了。就是这里的一家小店，挺棒的一家店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看的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有其他的什么想看的呢，也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。感谢大家。